我不敢真的动手去做，我怕一动手我就翻车。要是我翻车了，怕别人看出来，其实我不会。嘴上说很容易的，我怕真的去干的话，我会干得不好。口嗨容易，也没成本了，我就说我还在准备中，永远停留在思考阶段，准备阶段就不会失败了。就像如果我们要去跟杨幂表白的话，那你就不能说杨幂会拒绝我。如果我们要上擂台和泰森打架，那泰森就不能说他能干掉我。反正只要我永远不去做，就没人可以说我是失败的。我感觉活着的每一天就是和拖延症在斗智斗勇，每天都可以找到理由不去做，去拖延。反正最后呢，不是拖延症杀死我，就是我杀死拖延症，我们之间只能活一个。我是拖延症的重度患者，我为什么说是而不是曾经是呢？因为我还是特别能拖延，现在也是，明明知道该干什么，总能拖延到最后一秒。不管是我的100天减肥任务，还是我的1万步视频项目，明明知道要干什么，就是不想动。一想到要开始减肥，不能吃这个，不能吃那个，我就害怕。一想到要开始写文案做视频，我就怕自己写的不好，做的不好，没有人看。现在也没有人看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稍微克服了一点点。有些事情总要慢慢来的嘛。你会不会有时人卡在原地，怎么就迈不出那一步？有没有这种体验？迈不出那一步，因为你太在意了。你越在意，越想做好，就越不敢开始。你不是懒，你是怕，你是害怕失败而拖延。你被困在这个起点太久了，最难的肯定是踏出第一步。而到底是什么阻止你踏出这第一步？就像小时候我写作文的时候，交卷是因为考试有时间限制，如果时间很充裕的话，那我可以一直修改，直到我认为满意。可能这篇作文我得修改好几天，还好考试是有时间限制的。表面上你看好像是精益求精，想准备得更妥当，但其实这是一种逃避行为。你害怕你做得不够好，所以你憋到考试的最后一刻才交卷。那人生呢？人生没有考试那种限时，你得自己去做时间管理。3天内每天完成10个代办，7天内每天100个俯卧撑，21天后自媒体频道上线，不能延后。无论你准备与否，我们需要自己给自己创造时间的紧迫感。就像我在选择困难症的系列里说过，去逛商场之前先买张电影票，你不想错过电影开场，所以你就不会瞎逛了。拖延其实就是害怕失败，所以一直拖着，想要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。也许没有人在盯着你失败，不完美的答卷也没有人会责怪你呢。拖延也是，那除了想要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之外，也想要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。但是也许你再不出手的话就没机会了，完美的时机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呀。你不需要完美，不需要全对，不需要全部准备好了，不需要你在旅行的时候打包什么都带上，做任何事情80%就行了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咱们有拖延症是病人，有病就别追求完美。为什么我们会过度思考、过度准备、过度冗余呢？因为你害怕呀，恐惧失败呀，失败会被责罚呀。也许你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呀，考试答卷考砸了，回到家会被你爸会被你妈打骂，养成了你做错事就会有后果的阴影。那考试那是万不得已吗？因为有时间限制，而没有时间限制的话，比如减肥健身、结婚生子、做自媒体，这些事不做没人会骂你，那就拖着吧。题外话，为什么有些人胆子就比较大呢？就不怕被人骂呢？就不怕做事有后果呢？因为他们在路上骑摩托车的时候压弯，没有被撞死，运气好没出过意外。而出过意外的人呢，都换了4个轮子了，而没机会换4个轮子的呢，现在都已经7、8岁了。许多其他人他们没有拖延症，不用羡慕，他们的人生过得很顺，没有什么挫折，他们不怕做错事，不怕试错，因为做错了也没有什么打骂和责罚，他们的人生过得很顺，没什么挫折，就像是一个经常骑摩托车压弯而没有出过事的骑手。你会有拖延症，因为你这辈子过得不顺，你经历过许多挫折，你恐惧做了会失败，会有严重的后果。那怎么办呢？慢慢重新培养自信呗。就像我想做自媒体吧，但我对我自己内容不自信啊，怎么办？先写成本测试咯。我先做几秒钟的减肥短视频，看看我剪辑能力怎么样。发了好几百个，流量不好，粉丝不多，肥也没减掉，在别人眼里应该算是挺失败的，但是呢，没有后果啊。我做的不好，有人会揍我吗？我会掉一块肉吗？不会啊。从我发减肥视频的过程中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，那就是我的拖延症的症状改善了，我的心态慢慢转变了。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，解决拖延症真正的解药是什么。我来试试看解释这件事情。我去发一些减肥视频，和别人1毛钱关系没有，做好了这个功劳是我的，做坏了也没人可以指责我，我可以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去做，那我就自然不会拖延了。这个听懂了吗？没听懂再听一遍，或者我来解释一下。你不想背英语单词，这是你的功课嘛？如果你没背好的话，成绩会差嘛？考试会不及格嘛？然后怎么了？然后就会有后果。爸
爸妈会打骂你，老师会当着全班面前数落你，同学会瞧不起你，嘲笑你，你的女神会侧目鄙视你，想想就压力山大。所以你不想背单词了，你就一直拖延了。所以你拖延不能怪你啊。如果反过来，你喜欢看日本动漫，你自发的想要学日语，于是你学日语了，没人知道你学日语啊，你学了也不用考试，不用和别人比谁的日语强，你学的不好，也没有人有资格来骂你、怪你、数落你，那你自然而然的就不会拖延了，你还会越学越好。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当我做坏了与谁何干？当我能安心的去做，我反而会变得很主动，就不会再拖延。这就像是你想创业了，你想要挑战一项记录了，你想参与一种体育活动了，你想要做一件你很想做的事情，和别人没有关系的事情，当这件事完完全全属于你的时候，你是不会拖延的。而就拿创业来举例子吧，如果你创业做得不好，你可能会害怕你之前的同事嘲笑你，你可能会害怕父母担心你，你可能会害怕老婆和你离婚。所以当一件事情是和别人产生关系的时候，你才会拖延。其他情感博主可能会教你要克服恐惧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学过，我还没有学会怎么克服恐惧，我只知道怎么绕开恐惧。如果你理解我刚才说的，那你现在就该自己去找一些和别人无关的事情，你先偷偷自己做点小事情，别人不知道的，比如你也做个自媒体频道呀，专门用来吐槽你的职场、你的老板和你丈母娘，或者你加入一个冒险者公会，类似 Fight Club 这种东西，或者你自己在外面做个小房子，把你喜欢的模型和手办都买上，然后每天下班去专心做你的模型，花1个小时，没人知道，和别人1毛钱没关系，你只要做你想做的事情，而且不牵扯到别人的话，你做得好你会开心，你做得不好也没人会说你，然后你就会慢慢找回自信，你会变得不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，你再也不怕做错会有后果了，然后突然就有那么一天，我发现我不拖延了，我 Nice